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兰博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情况，还有他的上单兑现啊，就是这个肉兰博。应该有一些粉丝或者说兄弟们应该玩过了吧？这个肉兰博，没有玩的赶紧玩啊，再不玩就没了，到时候得削的。就连诺手，你只要前期不跟诺手打团，我跟你说，他都没办法打得过你。这里的话，前期一定要学移插这个哈，然后去打远程 poke， 或者说你打不过的时候，你也可以用 E 技能去补兵线。火烤上来，前期打一套，赶紧撤。你这个法师的话就只能打一套，这持续输出肯定是不能跟人家比的哈。打个消耗可以，就打完一套以后回头打个消耗可以，但千万不能跟人家拼到底。这3技能了，是个小强势，但对方有没有机会？有个2技能扛住了，但会被烫死吗？啊，还是被烫死了。对面奥拉夫打得很凶啊！肉兰博跟肉的猴子出装差不多，没有大差不差的。但兰博的话，后期可以补个面具，增加自己的伤害，去烫后排嘛，因为他的大招不一样。本质上来说，两边英雄还是有点差距的。他的大招可以直接搅动后排，不需要自己冲进阵里面。这里的话，把线卡住，对面已经5级了。你不卡住啊，压过去被他卡住，你就不好清兵线了。首先等级上有压制嘛。这里的话，跟他打一套。对边补线，那你这样的话就可以去骚扰他，不让他那个安稳的补线。如果你让他把这波兵线进来，然后你又不好去杀他的话，就很容易出现麻烦。这里的话，对方也知道拉开，不想在你的大招内跟你一块打。这里红怒的啊，剑圣兰博。红温状态下的平 A 是很疼的，就是你玩肉兰博还是要学会控温啊，不要说不控温，不控温的话，你线上单杀能力你就没有了。你就想象吧，啊，红温的就是滚烫的锤子是吧，砸到对方的那什么是吧脑浆上。让自己的锤子冷却下来，对方造成一个致命的打击，你要想想这有多疼。上来有装备上有优势了，所以可以跟他拼一下。因为做了那个布甲鞋的话，对方大部分伤害就是靠布甲来打输出的。你看，已经打不太动了，对面啊，他的大招快没了，没了的话，那就是有没有机会极限的1换1？但豹女来了，这豹女太过分了，来的这么准时。对面的豹女4个人头了，
肥美的豹女啊，那这个节奏有点炸了。打野上面是真炸，说实话，剑圣打野没办法呀。哎呀，这种剑圣打野就是看后期，纯看后期。他前期是真一点作用没有。你说你想让他帮你抓，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去烧香他都不一定会过来，跟许愿一样。我看，对面来了吗？这里打个消耗，想再吃一波兵线，把那个小冰心给做出来嘛。哦，不对，要做小反甲。你打那个狂战的话要有小反甲的，因为它是有回血能力的，它2技能开了以后回血能力更高。所以打奥拉夫一定要带那个什么引燃的哈。这里给个眼，像这里的话，甚至可以大招烤，然后回去。这里的话，对方打了先锋。豹女的话，刷东西真的很快啊，因为她的技能 CD 真的2个形态，然后又短。杰斯的话都没那么舒服，杰斯 CD 太长了，主要是。杰斯要是慢一点，说实话，他线上更变态。杰斯最近的话也是好像是有个加强，对面直接跳进来，还好这里蹲了一手，有日炎的，所以不怕他。当然还是得首先清一下自己的兵线。这下路，说实话，要没有这个兰博绝活哥，估计都炸了。豹女又来了。但这里可以打，这剑圣还不出来，过来烤。把对面骗过来，这剑圣说实话，早就可以上了耶，太怂了。卡特在这没用的，因为有那个他那个是有视野的，但他跑到后面收掉了。这卡特玩得好，这个卡特的话好像也是绝活哥哦。是那个2代3的那个队友高手。这残血的兰博还能吸，太离谱了。加里奥一个翼闪，这里的话你这样子搞就把人头给送掉喽。但是这里的话是互换了，赚的哈。你一个肉跟对面换经济，不过这边是大人头，是有点小亏了，但是没关系。但你要明白一个点，就是你的肉是赚的。为什么？同等发育下，就是你死他也死的话，他是 C 位，他 C 位的装备一定是比你肉装备贵的，所以你肉换掉对面的射手，永远是赚的。但送的话，那就不是赚哈，送那就是真送。对面奥拉夫玩的也挺好的，看没有？这里面奥拉夫打到血量低的时候，我天，还好塞纳的那个大招补了个伤害。不然有可能又是被对面换掉，拖太久的话。女警过来，敢回头打吗？不敢，还是烤一烤。这个兰博是真肉啊，说实话，这个2技能一开，
二技能一开又有盾，再过来又烤一波，混个助攻。像三技能有减魔抗，减完魔抗，如果两个都命中的话，减60多的魔抗，60%多的魔抗，根本就扛不住兰博的那套技能。这里面发现兰博这边，酒后哥这边就是啊，杀了一个来2个，杀了2个来3个，太难了，大乱斗真的是，下路两边的1塔都还没拆掉。大招给一下。打个状态吧。兰博有时候也没，就是肉兰博的大招其实效果还好，不至于说啊没有就打不了团那种。对面我天上过来就上个引燃啊，那这波团战的话是打得有点差了。辅助率先被秒掉了，4打5。其实并不是打不过，是装备打的，就是怎么说呢，输出打得很散。兰博已经扛了很久的那个状态了。哦，这个不是2代，这是巅峰赛哦，我才注意到那个血条上面的名称。基本上这位酒后哥的话都是打自己的号的，他很少打单子的，所以都是打的偏高端局。这边的话必须得龙团了，对面已经开龙了，卡特直接飞下去了，再 E 上来，这边一定要队友在这边接一下他。这边太灵活了，这边的控制说实话没什么太多的控制。虽然说有那个辅助的话好像死的有点着急。这里的话，这个塔是没关系的，22D 的塔，直接扛塔，然后秒掉对方就行了。就是有时候这种100血以内的塔，千万不要去觉得这是一个塔，这就是个陷阱。这样的话，这条龙绕过来找机会，兰博扛了很多输出，但队友嘞？要命了！哦，这里卡特找到机会，打了个 AOE 爆发。好，这里塞纳控住2个人，还不错。两边磨磨蹭蹭的就把这个团战给拿下来了，真不容易啊。对面的技能都是打这个剑圣，其实这剑圣都可以出半肉剑圣了。说实话，现在的剑圣，我昨晚也遇到一个剑圣，真的就一点用没有，就扛不住的。他现在我反正觉得现在剑圣就要出点半肉，就半肉的那种剑圣。不过9个点出半肉剑圣的话，因为没有羊刀，如果手游开始有羊刀就会舒服很多。可惜就是没有羊刀，这样的话做了这个自然之力了，就可以扛得动对面法师的伤害了。这边豹女和加里奥伤害还是蛮高的。上来直接烤，对面打不动，盾一开就抵消到1个伤害了。剑圣的话上来了，对面技能基本上交完的，
不怕啊！一往无前的兰博，这里直接可以闪现过烤他，但大招对面给了大招，跑不掉了，在塔下吃伤害吃到死了。那队友可以直接推塔呀，但是队友又在野区，其实这波可以直接2塔推掉的呀。对面过来支援了，这队友是真抽象。支援嘛也不支援，然后在那里野区吃资源。就兰博，你这边已经能拖2个人过来，已经很就是你中路团的很舒服了，随便可以压掉一座塔，甚至上高地都没问题。然后上路拖得够久的话，就边路拖得够久的话，那这里的话，对面吃到控制了，反倒被秒。龙拿到，我发现双路和中单不会是开黑的吧？最终受害者只有打野和上单。不过对面女警玩得很差，真的比较菜这个女警。这样的话，直接给大招，2技能加速跑过来，烤到死。对面女警真的浪，明知道兰博有大招，可以超远程的去打控制，拖住他。这里必须往后跑了，射手直接被一镖打死了。好吧，2边射手有点菜。中单的话没办法，中单因为加里奥去那个什么，怎么说呢？加里奥就是克制很多法师，甚至法师刺客，他都克制。这里上来一个大招，当然加里奥的大招魔法盾能挡掉一些伤害，魔法伤害。黄战来了，黄战的话一直在砍兰博，兰博的那个石像鬼不要太早放，一定要在差不多的时候，对方对你杀心很重的时候啊，是吧？再释放那个，这里的话再放，这样的话就可以骗过来打一套。完了呀，这个再一个鱼叉，但烤死了。鱼叉的话是被对面挡掉了，那这样的话可以来拿大龙了，4个人都在的。真的是肉的发昏了，我天，这兰博啊，这里面把这个大面具做出来。对面脆皮是扛不住兰博的伤害的，别说肉了，肉说实话都扛不太住这个兰博。这里辅助。被逮住了，那就跑不掉喽！啊，回头打射手，射手闪现拉开了，那这样的话受罪的是女警，直接 Q 烤，因为鱼叉的话一直会被对面挡掉的。有石像鬼板甲摁出来，一个奥拉夫都没有兰博肉，太离谱了。那这样的话这局就这么轻松的给拿下了。好，这期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